收音，早安，很久没有拍这种讲话型的影片了。反正今天主题是说你出国到底学到什么东西嘛？这样，我看很多人都拍说什么该不该出国啊怎样的，反正先给你们自己去想。以防一些新观众不知道我是谁，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名字叫6加0，然后去人在米兰的 Istituto Marangoni 学硕士，我的科系是 Fashion Luxury and Brand Management， 然后读1年，今年4月刚回来。这一集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无聊，反正专门就是给正在出国的人或是准备要出国的人去看的。差不多说。咱们开始吧。我是有认真整理几个东西去跟你们讲的，不是在那边喇叭嘴。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眼睛。为什么讲眼睛呢？因为我觉得说，我发现台湾真的太渺小了。因为在欧洲你很常可以去其他国家嘛，机票都很便宜啊什么的。那你去过这么多城市之后，你发现说，哇，原来欧洲这个品牌，原来他们是这样子去吃东西。原来他们讲这个语言是长这样子，这些说实在帮不了你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哇，你真的看到非常多不同面向的事情。你今天去瑞士它有策马特的那个山形啊、地形啊，你今天去巴塞隆纳它海滩长这样，很漂亮这样，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这几个东西，台湾其实都有。那时候我去哪里？那时候我去希腊，那时候我去圣托里尼的时候，然后我想说，这个地方就是台中的乡下啊。然后或者是我去那个海滩的时候，我觉得就七星潭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真的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当然这个眼睛也有看到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像是欧洲人的不守时，欧洲人的工作效率很差，但其实他们的不守时跟效率差，其实我后面还有一题会连接到，等一下我会详细讲下面这一题啦。这个选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第二题我觉得就是我学会接受事情没有标准的答案。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在台湾是基本上不可能买女装的，但我发现其实欧洲人很多人会去尝试一些女生的版型、女生的材质。像那种偏丝绸啊、偏蕾丝的东西，男生也会穿，所以像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就一定要穿男装？所以我现在其实我有时候会去女装去逛逛，其实有些不错的，可能试穿一下、试套一下，反正试穿不用钱，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是，这个是我觉得欧洲教育比较不一样的事情。老师给你一个作业，然后班上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嘛，每个人做出来都不一样，都差很多。但是你在台湾，可能就会看到10个，搞不好只有2个是不一样，其他都长一样。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东西还没有对错，因为如果你先做 A、B、C、D、E、F、G 版本好了，那你只要讲出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子有道理、有逻辑在哪里，那老师就 OK 啊，没有问题啊。老师不会说，你这个版本不符合我的理念，我就不给你过，不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比较教育不一样的地方，是老师不会去检讨学生。所以我觉得欧洲比较不同的教育是说，老师会去鼓励你去思考，不会说你这个不符合我的想象，不符合我的答案，我就给你错，他不会这样子。我认为欧洲人比较具有创造力跟影响力的差别，我觉得这一点影响蛮深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说，亚洲的父母都会说，国小、国中、高中好好读书，每天送去补习班读得快死的样这样子，弄到10点多回家，然后隔天早上7点再起床，然后去上学这样，然后读个好大学啊，怎样。但是我现在改变蛮多，是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OK， 家里如果真的是超级无法负担任何事情，经济能力超级差，好，那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书，去当个 maybe 医生、工程师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我相信可能没有到这么的多数。那我认为说，一般的家庭，像我们家可能是一般的家庭这样，我不认为这样是可以套在我身上的。像我那时候去留学的时候，那时候班上也有跟29岁也有，最老的有一个中国的阿姨，40岁，2个小孩。对，我说为什么你想回来读书这样？他觉得说，第一个没事嘛，第二个想要增进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这样，第三个也是想要重温一下大学的这个生活这样。所以我不认为说你一定要22岁，然后你就要毕业，然后你就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你一定很常发现台湾人很常讲说，你几岁应该工作啊，几岁应该结婚，几岁应该存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这些东西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很不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该怎么过，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决定，这个影响蛮深的。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亚洲人喜欢明辨是非对错，但是其实一件事情
有好几种的解答跟好几种的道路可以选择。不要这么纠结。然后再来第3个呢，毕竟我读的是精品品牌管理嘛，真正的了解到说品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像我这边有写，我说一个品牌为什么会让人想要买？第一个，你的理念、你的设计、你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感觉这件事情超级重要。你先给我感觉是，你就是一个台湾品牌，然后很烂，我就不会想买。但你先给我的感觉是，你今天做的东西很有质感，你先这个广告弄得很漂亮，那我或许会更有兴趣去探讨你的东西这样。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好像我在米兰的时候，知道了 Scarfers、Nude Project、Cold Culture 跟 EME Studios。其实呢，我有观察下来，他们的基底都很像，这个基底是设计语言很像。都会是比如说一件衣服，然后配一个背后有个大 logo。我记得 Scarfers 跟 Nude Project 就有出过类似的东西，看真的超好笑。然后一个 T 恤，它的这个图案，有人是做网球场，有人做篮球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在不同的风格上去吸引到不同的客群。比如说好了 ，Scarfers 我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是比较安静一点的街头品牌。那 Nude Project 我会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度假风，很轻松的氛围，没有到那么街头，然后开心，我觉得很开心。Cold Culture 的话，它会是比较帅帅酷酷、叛逆，然后非常非常街头的设计。EME Studios 我会认为它有一点像 Scarfers， 但是呢，我觉得它再更收敛、再更内敛一点，然后给我的感觉是它给它的 level 会比 Scarfers 高一点，而他们的装潢，然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质感的设计，我会都认为其实是比 Scarfers 好一点的，更成熟一点的感觉。所以你看，调性就决定一切，这4个品牌都很像，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4个氛围。那还有个例子是，比如说以前会觉得说，有人有100万，然后他去买爱马仕的铂金包，跟去买 LV 的行李箱，我会认为说就是买个精品而已。你觉得它有什么差别吗？这样，但是现在我会知道说Louis Vuitton 跟 Hermes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精品品牌，虽然他们是龙头，但是他们的品牌形象跟品牌的产品，整个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 Louis Vuitton 就是主打旅行嘛，所以它的东西可能会再更偏向品牌基底的那个旅行的元素为主。爱马仕是在做那个马鞍，就是马具起家嘛，那其实蛮多东西会联想到马的身上，毕竟他们的 Hermes 就是这个 logo 嘛。这个背后的故事呢，跟背后的设计语言都会去影响到消费者，我该怎么去挑选这2家不同的产品。所以我现在觉得品牌从来都不是卖一件衣服，它卖的是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再来第4个，我觉得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我自认为啦，我本来就是一个解决能力蛮强的人，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厉害了。为什么？那时候其实我找房子，我是早1个月去米兰。我那时候是1月底开学，我1月10号就到米兰了，这样。想说先到当地去看房子啊，然后跟房仲沟通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一天我会安排3个看房子的行程。找到之后，住到9月，发现说我觉得这个租金太贵了。那搬家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麻烦的，就是你不要以为搬家就是东西收收走人这样。你一开始你搬家前你是要找房子，然后呢，你还要跟你原本的房东说我要取消租约，你还要签合约，然后你还要找人帮你把东西从旧家再到新家。我跟我原本的房东说，我想要搬家这样，然后说好，你搬啊，那你找房子，你找好之后你要取消跟我讲这样。那后来我大概花了2个礼拜吧，我狂打大概3、4通电话给那个房仲，然后再来我觉得最大的麻烦是，我打10通，可能有9通他们都不会讲英文。我当然一开始可能就是简单问候说意大利文说敲，他会认为说你会讲意大利文，他开始疯狂输出，然后你就说non parlo italiano，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了，他就不鸟你，你知道？所以我后面也是运气真的非常非常好，找到一个不会太贵，然后又是独人又是单人间，然后又离学校不远这样子。然后那边超级安全的，对，所以后来我觉得也是算是蛮幸运的啦。那时候我搬家的时候，就走了，就拿个信就走了，但后来发现不对，这么多东西怎么办？然后我就立马问，你有没有认识？这样子。然后后来问到一个是一个大陆人，可以来晚上10点半吧，他们应该早就已经下班了，但是他还是帮我了，去搬我的旧家的东西，这样瞬间解脱，你知道？所以其实各种的环节你都要顾虑到。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那个，
我水管堵住，我舅家的水管有堵住这样。但是讲真的，我也不会故意去破坏人家的东西嘛。那我的个人习惯在家洗碗就是那样的习惯，所以我也延续到米兰这样。后来洗到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7、8月吧，水管堵住，然后后来才得知说，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板的设计有点小不良，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些淀粉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油的东西啊，可能会卡住这样。那后来还好我修一次，我付钱修一次，然后房东也人很好，也是付钱修一次这样子。那你在台湾水管堵住怎么办？妈妈，我这个水管堵住，你叫人来修一下，知道这个差别吗？对啊。下一点是我觉得我学会不要这么奴。OK， 我们举个例子，就每次8月跟圣诞节，然后复活节吧，欧洲都会放假，放都是1个月、3个礼拜这样子，空城啊，都没有人啊。当下你会觉得我想吃什么餐厅都没开，你唯一的选项就只有市区的餐厅跟超市，就这样为什么要放假？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不用维持你自己的生计吗？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班上我们同学很常超级常出去玩，就我们亚洲人一定是在家弄报告嘛，他们就是玩，然后可能前1个礼拜、前2、3天再回来家里赶报告这样子。这时候我会认为说，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付了钱，为什么不来？专心的去把你的学业做好嘛，所以你就边做边干掉，烦你们是很鸡巴。后来其实你想一想，这样子其实也不错，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这样子一直去辛苦呢？一直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钻牛角尖呢？就有时候其实适时的一个休息，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充电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会认为说，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的路，而且人生不是只有工作而已。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这些回忆，你其实都是我觉得趁年轻，好好的去创造出来，我觉得这都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步调也更慢了一点，毕竟我连走路的速度都变很慢了。因为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讲说，你以前逛街都是走在第一个，你现在都在走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不要过这么急啦，然后我现在也在去修正说讲话不要这么快，因为我讲话放的真的是太快了，有时候听不清楚，然后会显得我很急躁，这样子还在努力，这个点我还在努力修正，没有错。最后两点，最后两点真的超级重要的，你们仔细听，我仔细讲。现实社会真的是太残酷了，就是你会发现人脉真的太重要了。好，这边我来慢慢讲。就我以前以为只要能力够好，其实大家的成果其实差不多这样，后来发现呢，狗屎。像我那时候，我们学校是要找实习。你做完才能毕业，这样。那时候我就丢了快500封嘛，我得到了3个面试。真的说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你500个才中3个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是 Louis Vuitton 的面试，第一轮是电话，然后第二轮就是当面。然后我进到当面的就是去店里面跟他们主管面试，我已经到第2轮了，结果还是没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有几个班上同学。有一个是因为亲戚在爱马仕上班，就进去实习了，就内推了有一个是父母的朋友在什么 Chanel 上班，就进去了，你知道吗？就进去了，对，所以其实他们真的太看重我，只要用我认识的人，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真的只是一般的无名小卒 nobody 那种感觉，真的是去吃大便吧那种感觉。这样，我这个人其实是做什么事情是会不择手段。那当下就是其他我也试过很多通路去联络他们联络不同的公司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一个半年期真的是我人生的低潮期，就是我这26年以来我觉得是最低潮的一个阶段，就是觉得世界黑暗，然后我超级没有用，我超级没有价值，我是垃圾，真的你会真的这样想，就是你每次 Gmail 一打开，通知就是说谢谢 Stephen 你来面试我们家的公司，但是经过我们的筛选之后我们决定不用你了。你后来看到你那个信件，3秒钟你就知道这个是拒绝信的，我就把它分类掉这样。所以我现在真的认为说，我后面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会比这个低潮还要再更难去过关的事情。这样，如果想出国尝试的人这可能是讲给可能国中、高中的人听，这样不要去在意你到底读什么大学，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讲个例子给你听，我以前读台大，今天认识一个爱马仕的总监，跟我聊的问题，全部一定都会是我现在在干嘛，我的硕士是什么学校，我读什么科系，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的经历是什么。
你跟他说我读台大 NTU， 他说 What the fuck is NTU？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根本就不会在意你到底读什么大学，谁会在乎啊？他们在乎的是你的经验到底怎么样。你做过什么厉害的事情？你是一个 leader， 你先去 lead 一个超级100人的 team， 干超屌。我会觉得这个还比你去上台大好，你懂我意思吗？你真的去读一个学校，我觉得太难去转换了，因为它是偏无形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给他看一个成绩，你今天创业，你今天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用你？你懂我意思吗？但我讲的不是说你不要好好读书，不是这样。我讲的是说，不要这么去在意你今天到底考试考得好还是坏。你今天真的考坏了没关系啊，我都是觉得是上天的安排，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今天真的考坏了，你今天台大没上，你上了交大，搞不好你就是因为你去了交大，而你认识了什么人，然后他帮助你什么事情，真的不要想太多，因为我以前就是想太多。我逼自己一定要得奖啊，怎样啊，最后得2个经典，然后呢有人在乎吗？你去跟那个 LV 的老板说，我得了2个经典设计奖，妈的，谁在乎啊？谁在乎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只要记住几件事情：社会很残酷，对你拥有人脉很重要，朋友不用太多，多充实自己，要有钱，就这5个，加油！最后一个是我说，我觉得我得到了一段我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回忆。我从来没想过说，我这25岁可以去过这么多城市。大家不要觉得说去这么多城市，我家里很有钱干嘛的？我去希腊的一个机票，搞不好就是你去日本的1/5、1/4而已。因为他们欧洲飞欧洲真的超级便宜。我觉得跟派去过瑞士，然后我还跟他在法国跨年，你知道那个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太值得拿来说嘴的，我之后一定要拍一个 reel 的。我还去过希腊 ，OK， 去过意大利附近的小镇玩，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你想想看，我搞不好在未来的40年都没有这种机遇，搞不好就不可能了呢，就没有啊。是这40年你都要工作，你可能偶尔去几个地方玩这样，你不可能这1年都可以一直持续的，除了财富自由了，我能中个头那我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是说你去其他学校的派对玩，跟认识外国人，你跟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国外的大学派对，那跟台湾真的差蛮多，台湾是蛮无聊的。跟朋友在米兰玩酒精路跑，我看足球，然后那时候票不是一个观众给我的嘛，结果我那个票是假的，但等于说那个观众也被骗，这些非常有趣的回忆，这真的是你用钱是绝对买不到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你在那边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女生，然后还跟她在一起，这样子，这个故事是多么精彩啊！自己讲。好，我这边就给大家下个简单的结论了。好，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我看到比我年纪小的人，我都会去这么跟他们分享的。这样，第一个，你家里不用到真的很有钱，但是如果家里是有小康的，好了，是最好的。这样子足够你去国外烧，你毕业之后可以去那边烧钱，你可以在那边再找个工作一阵子，这样，然后你生活也不用太焦虑，不用考虑说，我这一餐好贵哦，这个15欧，这个20欧啊，我吃15欧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对，第二个是我觉得，如果能出国留学，就一定要出国留学，不论是你是1年还是去那边读大学，读3年4年，这个都是你人生的一个故事啊。然后我觉得也改变我真的非常非常多。像我那时候一回来的时候，我朋友看到我，还要说，你有点变哦。我说怎样变什么东西？他说变得有一点稳重的感觉，变得比较成熟一点这样。我说真的吗？谢谢你哦，你知道，因为当事人就比较不太会感受到啊。那你的朋友这么常跟你见面的，第一次见面就说这种话，那我觉得，或许真的给了我一点我意想不到的改变。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你出国你会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孤独感。这个孤独感呢，会促使你去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你今天去嗑药。你今天去夜店狂拉妹，你今天去街上裸奔，这样子，或是你狂玩交友软体这样子，你要去把这个孤独感去转换成一些你的能量，充实自己的一个方式，你尽量的去找人去社交，练习你的语言，这样之类的。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如果今天大家是跟我一样去读时尚啦，那通常会比较就是法国跟米兰嘛，巴黎跟米兰嘛，这样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摆最后一个非常重要。你去这个国家之前，你一定要学好他们的语言。如果你去巴黎，就是给我学好法文；你去了米兰，你去了佛伦斯，你就是给我去学意大利文。你要学到的一个程度是能跟他们流畅沟通，他们讲你至少听个7成到8成，我认为。
因为其实这2个国家民族意识超级强烈，就是他们才不 care 你会不会讲意大利文，他们就是只讲意大利文给你听。然后再来是因为他们的英文基本上10个店家8个都很烂，我后面去点一些菜啊，或是点什么的，比较能听得懂他们想要干嘛这样。但是你叫我去跟一个路上的一个陌生人在酒吧跟他们大聊特聊，那个我做不到。这件事情其实也算是我一个觉得比较我自己觉得可惜的地方啦。我应该先100%彻底的学好意大利文再出去的，因为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你的实习，影响到你找工作的方式，影响太多了。因为他们的工作跟实习基本上都是 require Italiano，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这一点啦。好，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讲了20分钟有了，20几分钟了。但近期我应该还会再出一个是其他我想讲的事情，这当然会完全不一样内容啦。我其实想拍这个很久了，但是呢，我觉得出国留学的人真的太少了，所以不会有什么想看。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拍，我觉得以后我应该会忘记，会忘记现在的这个 feeling。所以我希望可以分享这些，不论是知识，不论是我得到的心得经验，都希望可以跟还没出国的人或者正在出国的人赶快讲，好吧？你们赶快滑到这个影片，赶快给你们想出国的朋友看，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这个钱是要花的值得，你要花在刀口上，求求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努力在国外生活，不要回来台湾。台湾的这个产业真的跟屎一样，没有错，大概这样子啦。要不要订阅？看你都可以，就这样，拜。